大家好，立秋后家里吃剩下的馒头非常的容易发干发硬，扔了又很可惜。今天就用家里剩下的馒头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，连挑食的孩子也非常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把剩下的凉馒头切成大约2厘米厚度的大片，这里记住底部不要切断。再转过来切一下。最后横过来再给它切成小方块，这样切出的小方块特别的均匀，简单又快速。最后全部给它切成像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洋葱，先从中间切开，再给它切成小方块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颗清洗干净的小油菜，然后给它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和洋葱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一根孩子们爱吃的烤肠，先从中间1分为2，再改刀给它切成片。切好之后也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打入2颗笨鸡蛋，用筷子给它搅散。我们要多给它搅拌一会儿，搅拌至蛋清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像这样拉丝的状态就行了。搅好之后，接着倒入刚刚切好的馒头块里面，然后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，让每一个馒头块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鸡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起锅倒入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裹好鸡蛋液的馒头块放进去，用铲子给它铺平整。煎至一面定型以后，我们给它翻过来再煎另一面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中间要不停的翻动，使馒头片受热均匀。最后像这样把馒头煎至6面金黄就可以了。接着把刚刚切好的洋葱、小油菜、烤肠全部放进去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把食材炒至断生。这时候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调一下味儿，1勺孜然粉，1勺椒盐，1勺麻辣鲜，继续给它翻炒均匀，让馒头块上面都沾上调料。大约翻炒2分钟，这时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，盛入盘装。一道好吃的孜然椒盐馒头酥就做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馒头片颜色金黄，看着就好吃。如果你家里有吃剩的馒头，不要扔掉了，可以试试这样做，吃起来外酥里嫩，非常的美味，大人孩子都爱吃，实在是太香了，真的是营养好吃还不浪费。每次这样做，我们家爱挑食的孩子都能吃上一大盘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秋天正是吃南瓜的季节，今天就用南瓜和大家分享一道美食，我家1周吃5次，做法比包子馅饼简单，比油条好吃又健康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块南瓜，先把南瓜的外皮去掉。去皮之后，再找一个小勺子，把里边的南瓜籽挖出来。挖出来的南瓜籽不要扔掉，放到太阳底下晒干，直接吃也非常的有营养。然后把南瓜对半切开，再改刀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
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，再放到蒸笼里面，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蒸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南瓜已经蒸熟了，用筷子扎一下，非常的绵软就可以了。给它取出来，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用擀面杖压成南瓜泥。压好后稍微放凉，用手摸一下，不烫手的时候，然后往里面加入3颗酵母粉、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南瓜泥很烫的情况下，是不可以加酵母的，那样会把酵母烫死，就发不起来了。等到南瓜泥温热的时候再加入酵母，才能充分的激发出酵母的活性，发出的面蓬松又暄软。搅匀之后在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加入鸡蛋能增加营养，而且更加暄软好吃。再次搅拌均匀，把南瓜泥和鸡蛋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，边倒边搅拌，这样能更好的掌握面团的粘稠度。我这里大约加了300克的面粉，搅拌成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面团。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在上面也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表面的水分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放到温暖的地方醒发至2倍大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，切成葱花。小葱可以多切一些，这样葱香味浓郁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在里面加入2勺面粉，半勺食盐，少许的13香，加入1勺麻辣鲜，再加入1勺烧烤料，浇上刚烧好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儿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，喜欢吃甜的也可以换成豆沙馅或是红糖都可以。搅匀后像这样我们的西柚酥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大约30分钟的时间，面团就醒发好了，看一下里面全是蜂窝状。案板上撒上点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充分的揉搓排气。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，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。第一个面剂要切的稍微大一些，后面呢给它切成大小相等的小剂子。取出第一个比较大的面剂，先揉一揉，揉好之后整理成圆形，按扁，撒一点干面粉防粘，再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一个圆形的大面片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我们依次把其他的小面剂全部揉圆按扁，用擀面杖擀成小面皮。最后像这样就行了。全部擀好之后，取出第一张擀好的大面片，中间放入调好的油酥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注意边缘不要刷到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盖上一张小面片，每放一张都要刷上一层油酥。再盖上一张小面片，像这样反复的操作，直到把所有的面片都全部盖好。最上面的这张面片就不用刷油酥了，在最上面一层边缘处刷上一层清水，这样会粘得更加牢固。
再像这样用大面片把所有的小面片包起来，边缘处稍微按压一下，这样不容易散开。然后翻过来，在面饼的表面刷一层清水，撒上一些白芝麻，既能补钙又能增香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撒好之后再用擀面杖稍微的擀一下，这样能使白芝麻真的更加牢固。像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。将做好的生胚直接放入蒸笼里面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，这样能使做出的面食更加的蓬松好吃。10分钟后，生胚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，就是醒发好了。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蒸25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关火不要着急打开盖子，再焖3分钟，这样不会发生回酥的现象。哇，颜色金黄，好漂亮啊！闻起来太香了。我们把它取出来放在案板上，用手按压，非常的蓬松又渲染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用刀切开，方便食用。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南瓜千层饼就制作完成了，蓬松渲染，层次丰富，一层比一层香，特别的好吃。咬上一口，里边的馅料鲜香可口，麻辣鲜香，葱香味十足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再搭配上一碗小米粥，或者是一杯豆浆，当早餐非常的不错，真的是营养又美味。这个南瓜千层饼是发面的，吃了也很容易消化，很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吃。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保存，想吃的时候直接热一下就可以，非常的节省时间。喜欢这个做法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